这只苹果都啃了5分钟了，太无聊了吧？这哪是电影啊？这就是个屏保啊！都怪赵海丽，非让我们看这一部，说什么接受一下艺术的熏陶，还花了我6块钱扫码，我还不如去看海绵宝宝呢。要不咱们去看海绵宝宝吧？不行，钱都已经花了，必须看完。这顿精神食粮就是我今天的午饭。各位，这部电影可是今年金猴子奖最佳影片，很有深度的。这苹果肯定很好吃，他连核都吃了。苹果核含有微量的氢氰酸，吃多了会头痛，甚至昏迷。苹果是欲望的象征，这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看不懂并不一定就是烂片。可弹幕不是这么说的，你看。骂得好，群众眼睛是雪亮的。我也要发弹幕吐槽。哎，我也发一个。我也发。时间差不多了，张伟，我们该出发了。别走啊，大力，苹果要吃完了，他要吃柚子了。除非他带壳吃榴莲，否则我没兴趣。我们要去看《绝地中宫》的机器人发布会了。子乔，我们也去看考古展吧。你什么时候这么热爱学习了？那边有好多的恐龙骨架，带宝宝开开眼。这考古学家真厉害啊，恐龙骨架都能啃干净，不像我，连个鸭脖都啃不利索。我明天飞长白山滑雪，去收拾行李了。哎呀，回来接着看。好了，撤了撤了。算喽。哎，这是什么？谁的快递吧？不像啊，没有收货人，也没有收货地址。哦，这是曾老师给你的惊喜。哼，他是想寄只羊驼给我的，被我怼回去了，应该不是他。哎，这上面有一串数字哎，271，这是价钱吗？也有可能是种密码。271是第58个质数，从7开始11个连续质数之和。这看起来好像个按钮啊。有什么用啊？这看着挺厉害的，按下去试试。别，万一危险呢？可能就是个恶作剧。我觉得这盒子可能就是我们的，不能。哎呀，吵起来呀！哦，发生了什么？哎呀妈呀，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曾老师打的饱嗝呢。你们看，那是什么？脚太空漫步，我想问你还远古，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年轻的温度，温暖舒服，潮醒了老去的树木，吸一口真氧就漂浮。蓝色背景下，我练习飞行的角度，保持我的态度，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靠整天的不玩耍整片荧幕，不断变。直线加速，奔跑在我画的地图。谢谢你对我微笑，10年相伴，这一路每一步每一步。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每一个动作我都完全投入，不断变的你陪我加速，奔跑在我们。我去试按了个按钮，怎么蹦出这么多字来啊？还关不掉。这好像是个投影仪，内容都是议论我们的。这个投影仪里好像在开关于我们的吐槽大会。肯定有人在外面装神弄鬼，我出去看看。
什么情况啊？隔壁门打不开了，被一堆奇怪的字给挡住了。跟这一样。我们被困在这里了。难道老天想暗示我们不要出门约会，少花点钱？看你干的好事儿！要是胡老师刚才爱开会的时候你劝住他，不就没事了？我看是你干的好事才对，你就是想把大家都留下来陪你看吃苹果。你的作案动机最大，你有钱，而且愿意给人制造惊喜，买个可疑的盒子回来，非常合理。哎呀，别吵了，现在怎么办啊？不如继续看吃苹果。问题的关键肯定是这个盒子，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有文字出现了。这个盒子应该是个弹幕开关。有人回答了我们的问题，看起来不但有人在议论我们，他们还能听到我们正在说的话，了解我们的一举一动。弹幕开关。对呀，这些文字不就像那弹幕吗？还真挺像的，捧的踩的都有。赵菊花滚出爱情公寓，谁是赵菊花？会不会是我们平常看剧发太多吐槽弹幕，弹幕之神生气了，送来盒子惩罚我们呀？弹幕之神贵姓啊？我看分明是有人在整我们。这些弹幕没有实体，可以凭空出现和消失，就像在真空中不断的产生各种虚粒子对。如果杂话超弦理论的预言模型是正确的，那么我有理由相信这个盒子和这些弹幕的发送者都来自高维空间。魏小姐，你好厉害呀！我一句话都听不懂。我也听不懂啊，但是总要有人负责点头捧场啊。这些更高维的生物能观察到我们，而我们无法观察到他们。三体都看过吧？我看过。第3部中，人类的冒险进入了4维空间，看到了高维生物留下的遗迹，还用4维空间碎片弄坏了3体人的飞船。那他们平时吃什么？这是重点吗？你的意思是，高维世界的生物看我们，就像我们看电视剧一样，我们可以发弹幕吐槽他们，但他们却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没错，这个开关释放的能量可能打破了我们与高维空间的屏障，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弹幕信息。那我懂了，这就是复联漫画里的空间宝石啊！大力果然厉害，听君一席话，省我10本书啊！所以我们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电视剧里的人物。完全有这种可能。我饿了。和高维智慧生物沟通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他们捏死我们，可能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我们还是先搞清楚他们的身份吧。你是谁？路人？那你送个盒子过来搞咩？无聊。你作为高维空间的生物，除了观察低维空间的蚂蚁，就没别的事情可做了吗？听上去，你好像是高维空间的张伟啊。怎么玩啊？我们连门都被你发的弹幕给堵住了。高维世界还有我们的粉丝？这有什么奇怪的？有人把蚂蚁当宠物养，他们就是蚂蚁的粉丝啊。黑我们什么？一菲姐，黑一个人的理由太多了，长得太差或者太好，穿的太多或者太少，通通能成为吐槽的对象。吐槽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生理需求。那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是蟋蟀的弟弟草率吗？总比黑我们来的强。出不去的话，我们找警察叔叔吧。好主意，就说我们被一堆弹幕困住了。好想去酒吧喝一杯压压惊啊，可惜。好想去长白山滑雪哦！好想去酒吧看终极泳装派对。好想去看机器人展。
好想去酒吧。够了，门都快被你们玩坏了。看起来酒吧还可以自由出入，但也仅限于此了。啊，信息量太大了，我三叉神经好痛。这样，大家先各自回房间，看看这些高维生物到底想干嘛。散会。是你们写还是我写？我只是在记账 ，OK？ 怎么了？这些弹幕老在旁边唧唧歪歪的，烦死了。你感冒了？哎呀，有的弹幕老说我吃相难看，怪难为情的。吃的时候遮一下，我感觉自己像在裸奔，一点隐私都没有，没意思。有意思，真有意思。哎，刚才弹幕讲了一个很有趣的笑话，你这脸干嘛？不想公开吃盐。你怎么那么开心？以前老是接不上你们的脑筋急转弯，但是现在今非昔比了，你们可以来试试。老鼠吹牛打一食品，薯片，金木水火土之中谁的腿最长？火腿肠，草原上来了一只羊，草莓，后来又来了一只羊，豆角，后来来了一只狼。杨梅。都错了，张律师，我来。哪具尸里有最大的瀑布？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哪具尸里有最快的船？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哪具尸里有最大的窗户？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哪具尸里有最多的爱？后宫佳丽3000人，3000宠爱在一身。你怎么做到的？这些弹幕都是中文系的。高维生物卧虎藏龙，我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背不出法律条文了。社区的调解达人指日可待。呀哈哈哈哈呀哈哈哈！哎呀，我们都老夫老妻了，发什么糖啊？我忙着看书呢。原来老吃竹笋烤肉的孩子容易笨，怪不得我从小就背不好乘法口诀。是不是我们不发糖，你们就不消停啊？好吧，子乔上。上哪儿去？亲我一下。干什么呢？磨磨唧唧的。这么多人围观，我有种转行成男优的感觉。还有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奇怪的事情呢？还不是因为他们太烦人了。他们太烦人，我们就有义务迎合他们的变态心理，满足他们的偷窥欲和控制欲吗？你以为满足这些无理要求，他们就会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吗？他们只会变本加厉、得寸进尺，不正之风不可长。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狗嘴里长出犀牛角。我突然发现你生气的样子，有一点帅哦。那你想怎么样？要不然，我们就破例给他们发一波糖。哎呀，哦，张律师，你不是调解达人吗？怎么变猪头了？都是弹幕给害的，原来还真有出口伤人。我在给一对想要2胎的小夫妻做调解，双方一直在争孩子到底跟男方姓还是跟女方姓。那你双方的姓合一起不就行了？男方姓胡，女方姓卢，你取个试试。
葫芦娃。就算那对夫妻不喜欢，这跟弹幕有什么关系？可弹幕一直在给我出馊主意呀！哦，慢点。一派说叫葫芦金刚，另一派说叫葫芦兄弟，双方还吵起来了，吵得墙上、桌上、地上全是吵架的弹幕，搞得我焦头烂额，老说错话。人家一生气说要换律师，我想劝他们回来，结果被弹幕挡住了视线，摔了一跤。从目前的情况看，弹幕主要出现在公寓、酒吧这些我们经常活动的地方，而且是24小时不间断出现，只有我们能看到。谢了。老问我曾小贤什么时候回来，他们也不嫌烦。我再也不相信弹幕的提示了。老让我和美嘉秀恩爱，还让我们表演爱的魔力转圈圈。我的人生没有彩排，这次真变成了现场直播。连厕所里都有弹幕，害得我都不敢去了。我以后生孩子不会也有弹幕吧？我们不会一辈子活在这些评论里吧？不然，我用弹一闪劈了这个盒子。别！上次你只按了一下就出来一堆弹幕，现在你要劈了它，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照我说，直接扔掉怎么样？或者送给有缘人，惹不起还躲不起嘛。我想找小黑拆解这个盒子，说不定会有新线索。听起来都有道理，到底该听谁的呢？哎，我这方法好吧？直接扔到垃圾车上，一波带走，一了百了。你确定扔掉了？怎么会这样？我真的扔掉了，赵海棠也看到了，我还把它放到箱子里缠了10圈胶带。你们刚下去没多久，我们就一眨眼，它就又在这儿了。这东西太邪门了，比我潇洒的气质还难丢掉。这玩意儿拿来健身倒是挺不错。我来试试。送你小哥上门取件，是你要寄快递吗？把这个盒子送走，越远越好。是你要寄快递吗？把这个盒子送走，越远越好。是你要把这个盒子送走，越远越好。哦，把这个盒子送走，越远越好。把这个盒子送走，越远越好。把这个盒子送走，越远越好。你死！把这个盒子送走，我知道，越远越好。把这个盒子没有啊！冲我觉得我幸好了，我好像寄了很多次这个盒子。我觉得我取件寄了好多次。别寄了，我推测你应该已经寄出这个盒子了。可能高维生物有某种方式回溯了时间线。回溯时间线，对我们来说，时间是不可逆的，但对高维生物来说，改变我们的时间线可以就像我们移动一只蚂蚁一样简单。难道我们把这盒子扔到外太空，它也会跑回来？理论上是这样，目前我们连小区都扔不出去。难道我们这辈子都要被这些弹幕所支配？你还没走？我
会把你们保守秘密的。现在该怎么办啊？小黑，你也能看见弹幕？我一直怀疑，公寓之外有个更高维度的世界在控制着我们，而这些弹幕的存在，正好验证了我的观点。控制？我没觉得我被影响啊。举个例子，你这么一个万年单身狗，突然被一个这么可爱的女朋友倒追，你觉得合理吗？我攒了那么多年的人品和购物积分，总得中回大奖吧。在爱情公寓的巧合太多了。曾老师参加答题节目中了500万，过2天却又没了。那子乔有那么多前女友，却一次奖都没有中过。还有一菲和曾老师接吻那次，到处都有撮合你们的事情发生。你们每次遇见张伟都是在厕所门口，那张伟还和自己的情敌住对门。曾老师前脚刚走，咖喱酱和大力后脚就入住公寓。这个时空所有的事情都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往更加狗血的剧情拉扯着。所以，有人在冥冥中操纵我们的人生。小黑，如果是这个盒子使我们和高维世界产生联系，那你有办法切断这种联系吗？我在盒子里发现了一个关键的跳线开关。简单来说，这根红色的线代表我们的世界，而这根蓝色的线代表高维世界。它们缠绕在一起之后，会形成连续而稳定的量子纠缠态，使2个次元叠加纠缠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跳线反接，再按下开关，就会把盒子的能量一次性释放出来。超负荷的释放将会永久切断2个次元的连接。这2天发生的事就没有一件我能理解的，小黑和大力说的话就没有一句我能听懂的。别抱怨了，先解决问题。就怕问题没解决，我们先被解决了。你们觉得呢？要不要按下开关，切断那2个捆绑起来的变态？是缠绕态。我可不想一辈子活在别人的口水里。我觉得赌一把，我宁可失败碰壁，也不想一直在这面壁。同意。我也不想写作的时候再被别人吐槽用错的地得，太没尊严了。那要出错怎么办？会不会召唤出榴莲大魔王？世界会不会有危险？这不还有复联吗？超级英雄会帮我们擦屁股呀。但这个开关按下去，结果是不可逆的。我们再也收不到高维空间的弹幕，高维空间也再也看不到我们。确定吗？那我们的粉丝会不会想我们？他们会不会太可怜了？还有那些睁眼干活、闭眼睡觉的路人党，如果看着我们能让他们开心些，那其实还挺有意义的。虽然我也被黑，但是我不怪他们，谁叫我本身就长得黑呢？冷笑话。你呢？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你想阻止我？比如，进度条。这只苹果都啃了5分钟了，
太无聊了吧？别吵了，现在怎么办啊？不如继续看吃苹果。问题的关键肯定是这个盒子，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有文字出现了。哟，我们认识吗？有人回答了我们的问题，看起来不但有人在议论我们，他们还能听到我们正在说的话，了解我们的一举一动。弹幕开关，高维空间，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弹幕之神？到底是谁？高维世界还有我们的粉丝？这有啥奇怪的？有人把蚂蚁当宠物养，他们就是蚂蚁的粉丝。原来我们这么红！高维世界胖子多吗？减肥小蛋糕，了解一下，买的多还送我们小两口签名照哦。大结局是什么鬼？我连结识都没有，为什么要结局？永远待在公寓里，怎么可能啊？重庆森林也没在森林里拍啊。不出大结局我们就出不去，哪有粉丝把偶像关起来的？你们是私生饭吧？出不去的话，我们找警察叔叔吧。好主意，就说我们被一堆弹幕困住了。哎，看来长白山是去不了了。啊，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喂，一直待公寓肯定会闷坏的，去酒吧喝一杯都不行啊。那如果我们偏要去别处走走呢？3个，哪3个？信息量太大了，我三叉神经好痛啊！要不这样，我们先各自回房间待着，看看这些高维生物到底想干嘛。散会。他在外地工作，别烦我，我在做旅游攻略呢。烦不烦呐？我都没办法集中精神了。一菲，救我！怎么了？我刚才直播结束的时候想去上个厕所，然后这个门上出现了很多奇怪的弹幕，他们不让我出去。你看这个窗户上的电视，他们说除非我回爱情公寓，否则他们就不让我出这个门，还让我就地解决啊！又是你们干的？听我说，如果我憋死了，记住要帮我收蚂蚁森林的能量啊！马上就可以种胡杨了。还有，我养了羊驼，报备一下，我本来把它打算送给你当礼物的。爱你哦。哎，玩够了没有？赶紧分散开出去！我警告你们啊，别拿我的容忍当成你们不要脸的资本。你们凭什么干涉我们的生活？
你们是真的喜欢我们，难道不应该支持我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吗？人生起起落落，哪有天天发糖的道理啊？糖吃多了不怕得高血糖啊？也许在你们的世界里，我们只不过是茶余饭后消遣的谈资，但是在这里，我的人生我做主，你们不要告诉我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张海棠，你少喝一点吧，对身体不好嘛。我现在终于能够理解理智梵高的心情了。原来被万人唾弃是这种感觉。理智梵高是什么典型？咖喱，为什么有这么多弹幕讨厌我？也有很多吐槽我和大力的弹幕，骂我们的话比这难听多了。这样，你心情会好一点吗？不得不说，你真会安慰人。大力，你去哪儿了？我刚刚打车进城兜了一大圈，事实证明，弹幕只会阻止所有的老住户离开公寓，对我们3个似乎并没有任何挽留的意思。我离公寓越远，弹幕就越少。我也调查了曾老师和悠悠关谷这些以前的公寓住户，他们虽然不在公寓，身边也出现了强烈的弹幕反应，住的时间越久，弹幕就越多。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弹幕希望我们早点走，滚得越远越好。看起来粉丝们对老住户有很深的感情，并不太接受我们这些新住户。你别喝了，你不是平常挺想不开的吗？怎么骂2句就受不了？吐槽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生理需求，你能同时满足那么多人的生理需求，我觉得很了不起。从小到大，连我爹妈都没这么骂过，连张伟都没有这么骂过我。我和这些高维生无冤无仇，他们凭什么这么骂我？难道是嫉妒我比他们帅气有才华？再帅再有才华，也不要总是哭丧着脸哦。你是？雨露姐姐，你怎么来了？大力跟我说了公寓的状况，我放心不下，所以过来看看。胡老师他们在公寓，不在酒吧。我不是担心他们，我是担心你们。我们？在我当年进爱情公寓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不喜欢我。我一度消沉，还找到了爱情公寓的老房东想要退租。他对我说：“生活总有艰难的时刻，但是不要气馁，也不要放弃，因为时间是一个有魔力的大筛子，只要你坚持下去，就会把一切不开心的事儿都过滤掉，真正留下的都是最美好的东西。就像我去吃豪华大餐，记住的都是那些好吃的东西，难吃的早就被我吐到马桶里去了。”我在奥数比赛的时候曾经错过一道题，是因为有只小飞虫爬上了考卷，我看成了小数点。虽然当时很懊恼，但事后想想确实好笑。可那是事后，我现在被骂还是觉得很难受。在爱情公寓，没有人是多余的，每一个人的到来都有原因，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有价值。活在别人评论里的人，永远都是丑小鸭，只有活出自我的人，才可以成为白天鹅。多大点事儿啊，会过去的。来，和那个活在评论中的自己 say goodbye。从目前的情况看，弹幕主要出现在公寓、酒吧这些我们经常活动的地方，而且是24小时不间断出现，只有我们能看到。谢了。老问我曾小贤什么时候回来，他们也不嫌烦。我再也不相信弹幕的提示了。老让我和美嘉秀恩爱，还让我们表演爱的魔力转圈圈。我的人生没有彩排，这次真变成了现场直播。连厕所里都有弹幕，害得我都不敢去了。我以后生孩子不会也有弹幕吧？我们不会一辈子活在这些评论里吧？不然，
我愿弹一闪，劈了这个盒子！别！上次你只按了一下就出来一堆弹幕，现在你要劈了它，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照我说，直接扔掉怎么样？或者送给有缘人，惹不起还躲不起嘛。我想找小黑拆解这个盒子，说不定会有新线索。听起来都有道理，那到底该听谁的呢？你帮我们？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我们自己想办法好了。对啊，酒吧我们都来了好几年了。怪不得我一直有种似曾相识的不适感。你那是苹果吃太多了好吗？你来自未来？上一次的结局是什么？你说我们再也收不到高维空间的弹幕，高维空间也再也看不到我们啊？那我们的粉丝会不会很难过？还有那些睁眼工作、闭眼睡觉的路人党，如果看着我们能让他们开心，那还挺有意义的。看起来这个计划并没有成功，发生了什么？虽然被吐槽是不好受，可爱我们的人更重要，对吧？于是你选择了逆转时间线，让这一切从头开始。怎么证明啊？我在盒子里发现了一个关键的跳线开关。简单来说，这根红色的线代表我们的世界，这根蓝色的线代表高维世界。它们缠绕在一起之后，会形成连续而稳定的量子纠缠态，使两个次元叠加纠缠在一起。怎么了？我仔细演算了一下，想要关掉弹幕，同时又不伤害那些在乎我们的高维生物，还有一种办法，让弹幕之神帮我们逆转时间线，回到过去，在胡老师按下开关之前，抢先把盒子扔掉。弹幕之神是谁？我起的代号，方便称呼。要扔掉盒子现在就可以，为什么非要回到过去？一旦弹幕开关被打开，形成稳定纠缠态，再想摆脱盒子就来不及了，这会引发严重的时空悖论。可如果不按下弹幕开关，我们就看不到弹幕，那弹幕之神又怎么提醒我们把盒子扔掉呢？这也说不通啊。就是按一菲的性格，肯定1秒钟就会按下开关的。哎，像我这种习武之人，灵魂跟不上手速是很正常的。再说了，就算不是我，保不准你们谁也没忍住按下了开关啊。放心，我有办法。苹果，什么意思？谜底当然是要留到最后才能揭晓。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呀，你没事装什么刘谦嘛？这只苹果都啃了5分钟了，我很想吐槽，但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是，虽然有一肚子的怪话，可是为什么嘴角还是保持微笑？这苹果一定很好吃，他连核都吃了。苹果核还有微量的，算了，我不吐槽了。苹果是欲望的象征，这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看不懂并不一定就是烂片。哎，这是什么啊？谁的快递吧？不像啊。
没有收货人，也没有收货地址。哦，这是曾老师给你的惊喜。哼，他是想寄只羊驼给我的，被我怼回去了，应该不是他。哎，这上面有一串数字哎，271，这是价钱吗？也有可能是种密码。271是第58个质数，从7开始11个连续质数之和。这看起来好像个按钮啊，有什么用啊？就看着挺厉害的，按下去试试。别，万一危险呢？可能就是个恶作剧。你就按上了，没事，你按下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哎呀，吵死了！闯。